各位生活讲堂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薇。今天在我们生活讲堂的节目里面呢，我们要邀请到一位台湾生医界的重量级的博士，也可以说是我们台湾免疫学之父张子文张博士。那张博士呢，其实创造了非常多的记录哦，世界纪录很多，其中有一个您创业的这个 Xolair 更是在当时也创造了一个很好的佳绩。今天我们先来欢迎张子文博士来跟我们聊聊他第二次创业的时候为什么要投入，对台湾生技有什么样的好的帮助。先欢迎博士。谢谢。好，谢谢，今天又邀请我来做一个访问了。是，刚刚有提到说我在美国有先前发明一个药叫 Xolair， 这个是在美国我第一次创业 Tenos 公司所发展出来的。这个是什么样子的药？这是一个抗体，那可以治疗多种疾病啊。那你说我是一个免疫学家，我大部分的生涯是做免疫学是没错，虽然近几年呢有扩展到其他的领域啦，其他的方法来发展新药。对，我知道博士您之前在清大、哈佛跟麻省的研究也都是以免疫学为主，为什么当时会想要做这个？我在哈佛的研究是细胞与发展生物学啦，那时候是去念 PhD 嘛，是在清华的话主要是念化学，到了 MIT 之后就开始学免疫学，做 postdoc 做超博士研究。之后呢，就一个很巧的机会，我到了一个J&J 的公司叫 Ortho 去做抗体研究，那个抗体叫 OKD3，后来呢发展成全世界第一个抗体药物 OKD3。所以我说你创造世界纪录也是对的啊，干嘛那么客气？那个药物在1986年被核准，是全世界第一个抗体药物。之后就有那个经验呢，我到了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就贝勒医学院在 Houston 呢，当教授，他们直接请我做教授。那个时候呢，就接受到地方人士很热烈的这个鼓励，说希望 Houston 也可以像 Boston 啊，像 San Francisco 呢，也有一个生技产业了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创立了一个公司叫 Tenos。那我在 Tenos 呢，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以前在那个Ortho 去发展 OKD3 的经验呢，就发展了一个新的药物。那个药物呢，后来被称为 Xolair。那 Xolair 经过17年的发展呢，在2003年被核准，美国 FDA 核准用在重度哮喘，就很严重的哮喘。那有些病人呢，后来用到这个药物，假如没有用到这个药物的话，有些病人大概就过世了。就在某一些传闻上面，有一些像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明星，像邓丽君，她就是哮喘很严重的。那个邓丽君是在1995年过世嘛，那时候那个药物还在研究阶段啊。就假如她有幸遇到的话，就可能没有这么惨了，对不对？2003年核准之后呢，一直用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那个药物一直还在卖，而且越卖越好。最近还核准用在食物过敏，像花生过敏。花生过敏在美国很严重的，蛮多人有些人吃了花生的过敏，整个缩起来，对不对？对，有的被就是不能呼吸，就对他的整个气管都被锁起来了。那现在药物还在销售，而且救好多人，所以救了很多人。对，那个是在 Tenos 的发明了，是 Tenos 有其他的发明，那我现在就不讲了。那我在 Tenos 做了这个总共20多年了。哇，20公司是1986年创立的，是2007年的时候被美国的 Genentech 公司收购。那在期间呢，我当然是创办人，也是他们的董事了。我其实在后面那一个阶段我已经回来了，回到台湾了，已经回到台湾。可是我继续做董事了，给他们的科学做指导。我是一个 scientific officer 了，是这样子。对，科学家啦。在1996年回到台湾清华做生命科学院的院长。
那个决定也是很奇特的啦。我回来教导我们的生技产业啊。没有这么宏大了。那个时候我的这个泰纳公司还需要我嘛，是我的家庭也需要我，2个女儿。可是那个时候就有刘兆玄跟沈君山到过 Houston 呢，去找我，说他们2个都是校长，不同时段的校长，对，说清华大学的生命科学院呢，需要找一个院长来带领。那问我说可不可以回来啊？来教一下我们台湾的生技产业啦。他说那是你的母校啊，是不是可以回来母校啊？对，那起先我是不答应的啦。那后来他们2位都来，而且一直不断的跟我联络。是我在1996年就回来了。那回来的原因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了那就回来了。回来了就到生命科学院去做院长那做了几年之后，这个做完医生，我说差不多要开始回实验室去做实验了那个时候这个经济部的尹衍良应该是副部长副部长就来找我说，可不可以到生物技术开发中心来做执行长啊？是，绝对不放过你啦。因为那个时候他说那个生技中心已经发展了15年了也需要有一些改变一些改造了那他们看来看去呢，觉得是说你最适合我最适合，我比较敢做了是。那我其实也就说怎么可能我要回实验去做实验了后来他们一直会来找我那个吴成文也来找我说来拜托来做后来我就去了生物技术开发中心做执行长，做了3年之后才回清华，又再回学校去了对，回清华大概2-3年吧。中研院的叫做基因体研究中心就说是不是到台北来工作就把你请回我们中研院了就到中研院去了。2006年到中研院是那大致上是这样子了对啊，那这么辉煌的，不管是在整个产业啦、商业经营啊，跟实验上面，还有学术上面，我想博士都有非常丰富的成果跟经验。照理说，到了某一个辛苦了一辈子，总会想要享清福啊。你为什么这么想不开哈？2014年还要再创业，当时是看到什么原因想要再创一个免疫工坊，跟现在我们所知道的第一生技呢？所以从2006年到了中研院，然后做到2014年那个时候，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嘛对。那也做了很多研究了，做了很多研究，可是我的年岁也慢慢就逼上去了到达退休年龄了，对，差不多要到达退休年龄了，还没到，就快到了那个时候就也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从来都不知道说以后要做什么了。到了每一个时间，每到一个时间点你说我以后可能要做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可是就在那个2012、13年的那个时段呢那有一些在免疫学已经努力了几十年的东西要来治疗癌症等等的药物的方法，方法都在研究了。就在那几年12、13年的时候突然开花结果了，有重大的结论快出来了。已经有产品开始有了，有开始有新的包括一个东西叫免疫查核点抑制剂。是上次有提到这个。对，还有呢 CAR T，CAR T 就是一种 T 细胞，它可以去杀 cancer cells。另外一个就 ADC， 对 ，ADC 的这个药物我们现在也在做嘛就这3个领域的3个方法的药物呢。就在那几年就等于是开花了，有点开花了有一些结果出来了，对吧？重要结果出来了，对。那时候对我一个免疫学家就有很大的刺激也鼓舞所以我就开始的脑袋也变成灵活起来了，就想到一些发明了，想到一些发明，那时候这些发明呢，我们也就去申请专利了，所以在那个时间点就
就有产生自己内心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就要退休了，是退休之后是不是可以继续做研究啊？对，这是你最喜欢的，对，继续做研究，所以就很自然的就想到说去创立公司了，创业，对，就是把这些发明呢，去发展成药物。是这样子，又去创立了公司，所以一辈子也就只有2次了。一次是在 Tenos， 在 Houston Texas， 这一次呢是在台北，在台湾。对，可是从学术到研究室到创业，虽然您过去有一个很好的创业经验，可是回到台湾再创业的时候，应该还是有蛮多不一样的东西。面对这个资金啦、股东啦等等，还有研究，你会不会觉得很有压力啊？到底怎么克服这件事 ？OK， 因为开发一个新药也要很久呢。对，要非常久。对呀，这个好问题了，这个可能可以把整个生技创业的这个问题都讲出来了。不过我简单讲了。就是说，你刚刚有问到那个谁来出钱给你啊？对啊，资金啊，股东啊，你要怎么说服他们呢？不过先简单讲了，从2014年创立公司开始到2020年那个阶段，是这6、7年阶段，那个时候没有向外去筹资了，烧自己的，那时候是把自己最后的储蓄拿出来，那一段的钱也不是。当然也很多，也够那以后蛮多的吧。不过就是以后面的阶段要用到钱相比，它就不是多的，因为那个钱主要是拿来去做一些基础的研究，是去产生发明之后，这个发明要申请专利，申请专利要钱，对，然后发明了之后呢，你要去制备一些候选药物，候选药物你把它设计出来，然后要去实验室去制备。还有一些就是要去做确效，你现在候选药物是你自己脑筋想出来的，那有没有那个条件呢？在实验室要去做，叫做确效。对，确效这样做完之后呢，你才慢慢的相信说你做的东西，可能是可以去继续发展。那一段时间其实蛮长的，所以那段时间就没有特别去筹资了。到2020年、21年那个几个月时间呢？我们说，要开始筹资了，因为我们要做一些比较叫临床前的实验了临床前的研究那需要很多钱了。对啊，那个所以可是在那几个月时间了我们也没有说到处去找人了，倒是有一些人呢，主动他来找我们说，现在这个公司需要经费，那他们有些投资者出现了，那这些人也碰巧都是一些很知名的、有地位的人士了。是包括大雅的那个沈善宏啊，他是董事长。对，还有承德的林荣锦先生他是董事长。还有那个 W.I. Harper 的那个董事长叫 Peter Liu 这是美国的公司。是。还有一些人呢，还有一些何俊辉啊，这也是大名人了。还有吴家的吴东升他们都说要投资这些都是大资本家，他们都看懂了所以你说他们怎么要投资你？我们公司才刚刚开始啊，也没有很多这个建树啊，为什么他们愿意来投资呢？这个就是一个重点了一个重点。你这样有点像是在检视我们，在评鉴我们公司了。那我是觉得说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放大，拿你放大镜好好的来看一下，来检视我们这个创办人了。是因为新药研究的这个公司可能跟一般公司不太一样。新药研究的公司它跟那个技术的来源、那个产品来源、那个创办人是很有关系的。对，因为公司只有10几个、20个人，那你公司要用你的发明去往下去去发展。那当然，这个创办人是什么样子的条件，就会被检视的很厉害。
对啊，你有没有真材实料，真的研发得出对对对新药？对，那这个创办人他以前的这个事迹，他的 track record，对他的经历经他验，有没有去做过很重要的发明？有没有发展出什么产品？对，这个就变成非常重要。是。那在这一方面呢，我觉得我有那个条件了，所以您刚刚讲到客气了，一定是有的。所以刚刚讲到的那几个人那些有地位的这些人士呢，就愿意来听听我们把钱放进来。那有的很快有的这见面一次就说好就可以所以那钱就这样进来。那一次进来的钱也有2400万美金了，算是在台湾筹资算是一个蛮可观的一个数字了。对对，在世界上的话不一定这样子了。不过面对新药，这些钱是铁定一定要花上去的，对吧？要做很多的临床嘛，对不对？对。讲到这个发明不是发明都是一样的好。对，发明要很多测试。发明的话是好的跟差的，是好的跟一般的，不要讲差的是会差很多的。对对，那所以要看以前你的发明有没有做出东西出来。是，那有做出东西出来，当然就不一样了。对，那柔雷尔的成就呢，算是很重要很大的。所以这些投资人呢，他们一看到说，你有这样的成绩，就很相信了。是那个讲到发明这边可以补充一下，因为有一些人会不懂那个发明是好的跟一般的会差很远的，会差非常远了。那个价值可能差100倍、1000倍都有。对，可以理解。中央研究院这边我可以讲了，你最后这些新闻可能出去也无所谓了。是那个中研院是，你看他很多这个研究员呢，都很认真，都在做研究，都要发明，对，都在发明。发明之后呢，也都申请专利。是那申请的专利呢，已经申请到了那个中研院也花了钱了，是每个专利要申请花很多钱的。对，最后申请到的专利100件里头呢，超过95件是没有人来问，没有人来问过，就放在那边，最后就死掉了，就没有用，过期就没用了，超过95%。那真正可以授权出去的极少数，最多5%了，对不对？就是最多不能少于5%。那我们的 FB825呢，刚刚讲过说是授权给全盛最后转给合一，那个说有5.4亿美金的，那是他们辗转授权给那个丹麦的一个公司了。我们授权给全盛的时候没有那个价，没有那个价了。他有一个授权金，已经先拿了一段了，但是他出去以后再扩大出去。对，哇，这是一个很好的发明，可以让它变得更大。那个时候那个钱算是很大了。是啊，不过在国际上在那个现在了，那是已经10几年了。现在这样子的一个 package， 这样子的一个 size 不算什么了。我刚刚有点这个，我们自己在我没有见过5.4亿美元，我听得好大。对，已经不是很大了。现在来看，在当时是很大的，对，现在越来越多创新了，对不对？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刚刚讲到那个发明好不好的事情那个发明有一点像是从无到有了。对啊，是啊，发明就是那最好的发明是无中生有，本来根本没有那个没有任何的概念，怎么突然产生这样子一个概念？这最难了啦。像那个我们的柔类就有一滴滴像那样子，就是那个在那个文件上或者在那个领域里头，过去的领域是没有这个东西的，没有人给你这个提示嘛你突然去做出这样的一个发明呢，就有点像是无中生有了。对，这很难啊，超级难。那有很多的发明是在书上、在文件上、paper 上面都有一点提示那个发明的那个价值就会相对比减少，就有点像画家一样。画家画的那个画作有的画作是很有创造性的。对，像那个Van Gogh的那个画作，那有一些画作也是画得很漂亮，你看了也是觉得哇这么美，可是它的那个创造性呢就比较小。那
那个创造性多的跟创造性小的那个价值呢，可以差1000倍、10000倍都有。懂，我理解，懂那个差别。那个生技的发明有点像那样子，它是无形的，可是懂得的人呢，他会去估价，估算得出来，估算得出来。对不懂的人就是会像我这种，就觉得5.4好多所以我们的发明这个 Rolleir 就有点像那样子。那后来2014年那几个发明呢，也有相当大的价值了。对，所以这些人士刚刚讲的那些投资我们的，他们一方面看你过去的 record 一方面看你讲说你的发明是什么东西，是，他们也听得懂一点，是，他们就做了一个判断，就是可以投资，然后就把钱放到我们这个公司来，有点像这样子。但博士，刚我在提问您，就是说，那您决定创业有这个资金，看起应该说，事实上，所有的这些投资者呢，也都理解说，其实这样子的发明跟未来的新药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立基点跟开始。但我想要请教一下博士这个问题，就是当时你是怎么样去判定要成立免疫工坊跟第一生技，他们两个的研究不太一样吗？那为什么会有2家这样的公司？好的，我看看能不能回答。一开始的时候，2014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只创立了免疫工坊，是免疫工坊那时候拥有的技术呢，就是那个 T1 pharmaceuticals， 我们称为 T1 型药物是的一个平台。那为什么叫 T1 型药物呢？就是那时候我们要发展的药物呢，它同时在一个分子上面有 targeting 有标的的一个部位，也有另外一个效应 effect 的部位，所以我们就叫做这 T1 型的药物。是，那它是一个平台了那就是在这个平台底下，为了要造出这样子一个药物呢，我们有这个多臂连接体的我们之前有访问到这个问题，对，就是多臂连接体呢，配合适量的妥当的使用呢，它就造成了这个T1 型药物了。是，所以我们的那个技术的基础那个平台的基础就是这个 T1 型药物以及多臂连接体了。是，那多臂连接体可以使用的范围呢？后来我们做的比较多了之后呢，发现它会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呢，就去修饰一些荷尔蒙药物。那个叫内分泌。内分泌的这些荷尔蒙的药物呢，去治疗一些新陈代谢疾病。肥胖、肾脏病、糖尿病等等，就它都是那个内分泌的疾病或者新陈代谢的这个疾病。是，还有一个药物是那个 stroke 中风的那个是一种 T1 型药物所以在免疫工坊早期的药物里头呢，就有这些药物对，那多臂连接体的另外一个使用呢，就是把它做成药物素drug bundles。那drug bundles 呢，我们就可以把它跟抗体结合就做成了 ADC。上次我们提到的 ADC， 对 ADC 的用途主要是治疗 cancer， 是主要治疗那个各种癌症。是那回答你的问题为什么有这2个公司呢？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只有免疫工坊，那后来有些投资人呢，他觉得说他的投资他要给你钱没错，可是他希望说他着重在 ADC。去治疗 cancer， 他对那个疾病比较关心，比较有兴趣。是那有多位啦，不是只有一个投资人，有几位同时有这样子的一个表述。是，所以我们就成立了那个 T1 Max 第一生技。是第一生技跟那个 Immuwork 跟那个免疫工坊呢，它其实是一个姐妹关系啦。是，所以因为是一个姐妹关系呢，我们就牵涉到要做一些授权，从免疫工坊到第一生技，是就这样子授权。然后后来呢，就是要牵涉到说
一些组织的改造跟重整啊。对，那这边赖经理呢，他负责很多这方面的工作。对，所以后来我们就成立了那个 T Pharma Holding。是，它是一个 Cayman Island 公司呢，来拥有这2个部分。这个集团来拥有这2个，对吧？所以这边我附带讲一下。那看起来那个工作是当然就去做嘛，就这样子就很好了啊。其实它意义蛮大。现在往回看了，回头看了啊，把它分成2个部分，然后又形成了一个 T Pharma Holding 这种组织再造呢，组织改造呢，让我们从这里头学到很多的必要的经验了。比如说怎么样去依循政府的法律啊、规范啊、去做这些改造啊。怎么样从我们公司里面去做人员啊，还有空间的这个分配啊。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样跟 investor 去沟通。对，投资者对，我们把它分成2个部分之后，有不同的产品、不同的技术，跟一般的投资人沟通呢，就比较清楚了。对，这就是商业经营了，就跟研究无关了，对吧？就跟管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有了这个第一生计之后呢，需要去安排一些这个经理人事嘛，人事的安排。对，有新的经理往上升，有安排，新的经理在往上升，成为高阶的管理。你们也知道那个朱新茂博士呢，他就变成了这个第一生计的 CEO。那种种的这些改造呢，对于我们公司以后的传承啊，就非常重要。对，有一天这个公司总要有一个传承的机制嘛，或者很快的也不一定。然后有这些安排之后呢，我们就有经验了。对，而且有人就在那边可以做安排啊，对不对？对，是这样子的。其实刚刚博士讲的很客气啊，其实除了在那个科学生医的领域的专长跟研究之外啊，其实他非常有远见的，已经把公司的2大核心价值又分为2个公司，并且在组织跟人才的预留跟公司的经营上面也做了很好的准备。所以其实免疫工坊跟第一生技并不是只有他们的研究不一样而已，而是把这个整个研发的集团其实也做好了很多人才预留跟人才的培训，还有未来这2家公司的发展跟传承跟它的价值更高。所以懂得做科学之后还要懂得做商业，蛮厉害的，真强。那博士，我要问您下一个蛮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像从这个我们的很多产品，像之前我们有访问过你的 T8214 还有 T8105 这2个产品，他们是不一样的东西之外，您觉得整个未来整个集团发展的一个重大突破，可不可以讲个将近3-5年内你觉得可预见的？3-5年之内呢，希望这个8105或8214这2个药物呢，可以往前开发到更成熟的地步，也不一定会到5年，也有可能啦。5年是有可能，它已经可以商业化了。是那时候呢，就看我们的行销，还有这个销售的这个机制怎么建立了，有没有国际的大厂来一起合作等等，就看我们在这个市场上能够争取多少的这个market shares。对，那这个是很有可能的了。对，这2个药物都很有可能，因为他们都有他们的特性了。对，都到临床了，对不对？已经那个8105已经到了 Phase 1/2A，现在正在准备要做 2B。 是那个受试的那个人呢，会增加到了200个。对，就你刚刚提到说要不要做一个 volunteer？ 对呀。那我们在台湾会有几个 site 了。那有一些人要做减重啊。是啊。可能可以考虑参加。你可能要，可能不需要。镜头后面还有好几个举手。那我们不是说只希望说这些产品它可以最后上市了，
是我们是希望说这些产品，它因为它的优点它的 advantages 呢，可以变成世界级的药，对，世界级的药。是那我们的这个几个药物呢，至少5个药物是还其他还有 ADC 的啊，还有一个是6168用来中风的。这5个药物呢，它在 FDA 的那个发展路程呢，称为 505B1。那它中文是新药说明一下505B1 的这个发展路程大概2-3个星期前，那个交易所的李总经理是到我们公司来访问，那我们给他做了一些介绍，那他问我说：“你们这几个药物是不是 505B 什么啊？”我们是跟他讲说都是 B1。他说：“哇，那这很不容易耶，台湾的人都在做 505B2 啊。”对，你居然做 B1 我们做 B1， 而且我们全部都是 B1。哇，B1 的话是什么呢？是你的药是新药，是你药物的 structure 呢是从来没做过的，所以叫做 B1， 就是别人都没做过。他说台湾的很多药都是 B2 啊，就是改良剂型啊或干什么，所以这一点是可以做一个说明，就是我们真的是做新药的。所以3-5年之后呢，我们希望说这些药物呢，慢慢的会抬起头在这个世界上被大家看见露出来那个会变成被认为是世界级的药物了。对那 505B1 的药，假如它是很重要的药在 FDA 通过之后它会列为是 New Chemical Entity，叫 NCE，或叫做 New Biologics Entity，MBE。那这个在全世界呢，每年只有40个到50个，这么少啊？40个，全世界耶！对，哇！所以你知道全世界一年用在新药研究有多少吗？不知道，好，没关系。一年全世界由这种大型的国际公司、中小型的这些生技公司啊，这些公司，还有政府啊。还有研究机构啊，学校加起来，一年大概有3000亿到4000亿美金用在那个新药研究。新药研究3000到4000亿美金对，这个是查得出来的。你去 AI 也可以，AI 一下它就告诉你。是，所以平均下来呢，一个新药的开发是要用掉至少50亿美金，到成功了。50亿美金，那你说我们像我们公司这种公司，拿的这几千万美金是做这干什么呢？所以我们都要很有智慧的在这个新药发展的过程呢，建立一些很重要的贡献。所以到最后这个药物，假如不是你自己卖你自己卖的话，当然可以赚很多钱了。就即使不是你自己卖呢，也可以分享到一部分很重要的回馈。对，就是你研发的成果还是人家可能花很多的钱在后面，我们只花一点点钱，相对的啦，创造出来的价值更高，就占据了一些贡献。哇，那我刚刚还听到另外一个问题，那交易所的人来，也就是说你准备要上柜？先上柜，然后去上市，对，上柜上市，对吧？什么时候？很想知道。我们只知道它是在明年，我要先上2026，要先新柜2026要上新柜了，柜买中心。所以明年我们就进入那个步程对，往那个方向走了。是。不过我们公司有好几个药物嘛是，然后这些药物也都是被看好了，对，国际肯定了。所以我想说我们应该会受这个投资人的喜爱了。哇，真的，其实我光听到这些，基本上用几千万美金就要研发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应该说在生技跟新药产业的一个成果，也看起来张博士您的研究已经指日可待了那我想问一个
跟我们台湾比较相关的，就是您觉得未来的5年内，台湾的生技产业的市场跟在世界上，这题目有点大，但是就以您的专业来讲，你觉得我们在生技产业可以往哪个方向再多研究，甚至可以在世界上可以有一些让大家看得到？因为我觉得我们台湾应该不是只有半导体或电或晶片，应该还有一个产业其实是蛮厉害的，因为台湾聪明的人都是读2个，不是学医就是学电子。那这么聪明的、这么厉害的2个产业，我们应该如何发展？就是台湾可以做的有很多啦，在这个生技产业可以做的很多。是，假如可以拿出一部分他们的那种在电子产业呀或半导体产业的那种魄力呢，那生技产业也可以做得很好了。是，那生技产业整体讲来有一些进步了。是，可是以国际的那个眼光来看的话，不是很突出了，不是很突出。主要的是最后的那一段就是你药物发展到，譬如说到 Phase 2、Phase 3的时候，那个钱好像出不来。台湾没有做，应该不是没有钱，是没有懂这件市场吧？就是政府没有去鼓励啊，或者政府怎么样，政府也没有出钱啊，等等原因是他没有做。可是假如你的药物发展到2期好了，就像我们的那个8105，明明可以去治疗那个肥胖症啊，去帮忙减肥，去治疗脂肪肝啊，心脏病等等可是我们现在做到 Phase 2B 了，是Phase 2B 的话，我们大概勉强可以筹到钱去做。那假如做得很好的话，接下来怎么办？是不是就要授权给国际大厂？我们就没有那个最后收成果的时候，市场权利就不在我们手上，就变别人的。那就可惜了。我们只是拿到一部分而已。那可是你国家，你说你要发展新药，你最后你没有卖新药啊，你都是帮别人做啊。那个叫什么发展产业呢？就变代工啦。对，就变成替人家做辛苦的那一段工作。对，前面最苦的是我们在做。对，成果别人在收。对，所以台湾这个生技产业呢，这个大家努力还不够。那努力最不够的你们也知道是谁了那个我们有很多的那个临床实验啊，是在别的国家，韩国。中国他早就进入了这个临床实验了给你核准了。台湾才会给你慢慢的磨啊，说这个不行啊，那个不行啊，所以我们就觉得是什么东西都慢下来，慢下好多。是，那我在这边讲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讲的都是实话了。是，其实我知道博士讲的话，大白话的说法呢，就是说，其实任何一个市场的产业要往上兴盛啊，除了就是在里面经营的所谓的产业的人士，还有这些研究的人员跟市场机制，大家都要一起努力之外，我们也很需要政府大力的支持，让我们台湾有第2个亮眼的一个产业。我相信生技产业在像博士您这样子优秀的这个人才的教育之下，我们也有很多很优秀的一些学生，您有很多优秀的学生也都不断在产业上面去做出很好的研究。那除了产业研究之外，我们除了需要更多的投资跟资金的挹注，也希望政府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帮助，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支持啦哈。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张子文博士为我们带来非常深度跟非常具启发的一些分享哦。那我听到感觉这样算下来，应该2030年可以看得到台湾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新的生技的公司会在世界上产出嘛，因为刚刚您讲5年差不多吧，2030年 对吧？希望不是只有我们啦。当然，我觉得应该是有很多家公司会出来，然后也希望这个T1 8105跟 T18214的这个成就会越来越快，最好在3年内就完成。那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得到有更好的分享。对，我希望这个我们可以引起更多这个投资人的兴趣了。
对，这也才可以把生技产业建立起来，要不然的话都是空谈了。对你只是做前面这一段，后面那一段不做，那叫什么生技产业呢？对，我真的蛮佩服张博士的，他从商业的，从研究室到学术，再回到研究室，再回到商业，其实已经贡献了你一生大半的时间在生技产业。希望我们可见的2030年以前，可以看得到我们的生技产业会出现一个亮亮的星星。今天我们也非常谢谢张博士来到我们那个生活讲堂的分享。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请不要忘记要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哦。拜拜，谢谢大家，谢谢。